为什么古偶越来越多白斩鸡？聊聊诚意为什么偏不走这条路？我先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这几年的古偶男主看着一个比一个瘦？瘦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你隔着屏幕都替他冷，那种风一吹感觉能飘走的体格，居然成了很多剧组默认的标准男主长相。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事儿？反正我最近越想越觉得有意思，甚至有点想不通。因为按理说，古装戏里那些角色，将军、剑客、帝王、江湖大侠，哪一个不是应该有点分量，有点气力的？可你现在打开屏幕看到的，常常是一个比女主还纤细的男主，穿着盔甲站在那儿，你都担心那身盔甲会不会把他压垮。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今天这期我不聊八卦，也不聊谁跟谁，咱们就聊一个审美现象。行业里有个不太好听的词，叫白斩鸡审美。这个词你们可能听过，就是形容那种白、瘦、没什么肌肉线条的身材。而聊这个现象，我发现绕不开一个人，程毅。为什么是他？因为他几乎是这套审美的反面教材。说白了，在大家都往一个方向挤的时候，他是那个偏不走这条路的人。好，那我们不着急下结论，一层一层剥。第一层，你看到的是什么？你看到的就是古偶男主越来越上镜显瘦。这个词是关键，上镜显瘦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影视化的镜头，尤其是古装那种大袖子，层层叠叠，还带披风带外袍的服装，本身就会让人显胖，视觉上给你横向拉宽好几圈。再加上打光，加上广角镜头的畸变，加上现在动不动就 4K 高清放大到每一根毛孔，于是选角这一环慢慢就形成了一种惯性，宁可瘦一点，也别让镜头再给你加那10斤。你想，选角导演心里怎么算这笔账？他会想，瘦的人上镜顶多正常，胖一点的人上镜就要出事，那我为了保险，当然优先选瘦的。久而久之呢，这套逻辑就跑偏了。他从一个很朴素的别显胖，一点一点变成了越瘦越保险，最后甚至变成了越瘦越好看。选角的时候，一个体格单薄、脸小、锁骨明显的男生，反而被认为是上镜的好苗子。你看，这就是白斩鸡审美的来路。它其实不是谁坏，也不是谁存心要把审美搞成这样，它是一整套工业惯性自己长出来的。一个个体的保险选择，叠加成了整个行业的默认答案。这里我得插一句啊，这个白斩鸡，我说的是行业风气，是那个机制，不是在说哪个具体演员。别误会，谁也别对号入座。这套惯性是行业的病，不是某个人的错。演员在这个系统里，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被推着走的。行，第二层，媒体没怎么告诉你的那一层。翻译成人话就是身材管理，其实压根不是自律不自律的鸡汤问题，它是古偶男演员一条隐形的职业底线。这句话我得展开讲讲。这么说吧，程毅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哪怕在不拍戏可以彻底放松的休息期，他也保持着相当高频的训练节奏。具体到每周几次，我不敢给你报死数字，这种数据咱们保守一点听，但那个休息期还在坚持练的状态，是很多人做不到的。你想想看，休息期是什么？是别人躺平刷手机、点外卖、追剧追到天亮的那种我终于不用上班了的日子。那是奖励自己的时间啊。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我自己健身房办了卡，一年去的次数，算了不说了，丢人。反正大概率是办卡那天去的最勤。我猜屏幕前不少人跟我一样哈，办卡一时爽，之后全靠一个想去的念头撑着。所以你看，同样是休息，有人是回血，有人是把身体当成一个长期项目在养。这就不是自律2个字能轻飘飘概括的了，这是把身材管理当成职业规划的一部分，当成一件跟接什么戏、演什么角色同等重要的事在经营。火候刚刚好的那种职业感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得靠日复一日的功夫一点点喂出来。台上1秒钟的体态可信度，背后是台下无数个不想去但还是去了的日子。我知道网上有一种说法，说这是自虐，我不太认同这个框。
你想想看，一个把 KPI 定在自己身体上的演员，他图什么呢？他不是为了发朋友圈，也不是为了跟谁较劲，他图的是镜头前那一秒钟，当他穿上戏服，拿起道具，站进那个角色里的时候，观众信不信他就是那个人？这不叫自虐，这叫职业底线。把话说得再直白一点，这是他对自己这份工作的基本尊重。好，第三层，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门道，也是我今天最想跟各位聊的一个点。诚意这套打法里藏着一个特别聪明的判断。业内有个说法，我觉得挺形象的，叫用身体补脸。什么意思呢？诚意的面部气质是偏少年感的，偏亲和的那一挂。你看着他的脸，第一印象往往是干净、清爽，有点邻家的亲切感。这种气质有它天大的好处，亲切，有观众缘，可塑性强，演暖一点的角色特别讨喜。但硬币总有另一面，放在一些需要压得住场的角色里，比如那种一出场全场都得安静下来的狠角色，上位者，光靠这张脸，气场可能就差那么一口气。那怎么办？有的人可能就认了，说算了，我就走亲和路线。但诚意的解法是，从身体上找不回来，练出线条，练出体态，练出那种一站出来还没开口你就觉得这个人物有分量的存在感。用身体的成熟度去平衡面部的少年感。你品，你细品，这其实是一步非常主动的设计。这不是被动挨打，不是我脸这样没办法，而是他自己在给自己重新选角。英文里有个词叫 self-casting，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，自己给自己设计人物质感，自己拓宽自己能演的边界。他那时候啊，对了，我得先补个背景，不然这个点你听着没那么有分量。就是港圈那边，你知道有些老戏骨、老前辈混了大半辈子，人情卡、人脉资源一大把，按理说他们要捧谁，要押宝谁，选择余地大得很。可这几年你注意到没有，像曾志伟这样的港圈前辈，反而越来越愿意去押内地演员。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信号，整个行业正在重新认可这种肯在功夫上下笨劲儿的人。不是靠脸，不是靠热度，是靠肯下功夫。行，扯得有点远了，现在拉回诚意。放在这个背景下再看诚意这张用身体补脸的牌，你就全懂了。他不是在跟谁比谁帅，比帅这事儿没意义，各花入各眼。他是在解决一个非常具体、非常务实的职业问题，怎么让自己的可用戏路更宽。练出来的体态，让他能接得住那些对身形、对打戏、对气场都有硬要求的角色。他等于是把自己的少年感，从一个可能限制戏路的短板，硬生生盘成了一张可以少年，也可以厚重的多面牌。这一手长远看太值了。不瞒你说，我刚开始也没 get 到这一层。我一度以为身材好吗？不就是好看，硬件在线，仅此而已。是后来我把他这几年的选择连起来看，越想越觉得不对，这背后是判断力。是他很清楚自己手里握着什么牌，也很清楚这些牌该怎么打，什么时候打。演员这行，光有天赋不够，光有努力也不够，得有这种对自己的清醒认知，这个才是最难的。第四层，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诚意走的其实是一条更难，但也更长线的路。咱们把两条路摊开对比一下。白斩鸡那套审美，好处是快、瘦、白、脸小，上镜省事，前期特别讨巧，一出道就能收获一波啊好精致的评价。但他的问题也很明显，戏路容易被卡死，能演的角色类型有限，气场撑不起厚重的戏，而且观众很快就会审美疲劳。哦，不对，我换个说法，不是审美疲劳，是观众看多了同一款，很快就会想看点更有质感、更有嚼头的东西。而诚意这种把身体当成长期资产来养的打法，前期确实费劲，见效也慢，但胜在走得稳，走得远。用炒股打个比方，这是长期价值股的逻辑，靠的是时间复利，不是追涨杀跌，赚一波就跑那一挂。作为一个看了他不少作品的人，我当然承认我对他是有偏爱的，
这个我不藏着掖着。但正因为知道自己有偏爱，我这次反而格外提醒自己要公平。我可以负责任地说，我不是因为喜欢才硬夸，我是把这套逻辑从头到尾拆完之后才更喜欢的。这是两回事，先有判断，后有喜欢，不是反过来。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好，聊到这儿，咱们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，为什么古偶男主越来越白斩鸡？我现在的答案是这样的，因为那条路好走，见效快，是行业的惯性推着大家一起往那儿去的，这里面没有谁是坏人，就是一个系统性的选择。但也恰恰因为大部分人都往那一个方向挤，反而把少数人的选择衬得格外清醒，格外珍贵。程毅偏不走这条捷径，他选了那条要日复一日下功夫的路，连休息期都舍不得放松的那种路。这种坚持，短期之内不一定能被所有人看见，甚至可能一时半会儿还得不到该有的评价。但我相信，懂行的人会看见，观众的眼睛会看见，时间也一定会看见。今天这期就聊到这儿。你怎么看古偶圈的白斩鸡审美？你觉得身材管理到底算不算演员的职业底线？还有，你心里有没有那种偏不走捷径的演员？评论区聊聊，我都看着呢。